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，今天要来跟大家谈一谈医院社工师傻眼的系列。在医院社工师会傻眼的事还真不少，许多人因为不了解，很多人对社工师的刻板印象是什么呢？有爱心的，有耐心的，是志工的一种，做善事的，有各种的想法。你对社工师的想法是什么呢？有些事情可能跟你想的不一样，而这些事情会让医院的社工师很傻眼。请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大家去便利商店买东西不付钱吗？大家去饭店点了和牛、鲍鱼、龙虾，满满的满汉全席，吃到饱就想拍拍屁股走人，结账的时候说：“哦，不好意思，我没带钱耶。”吃完霸王餐，你敢吗？绝大多数的人不会，但是在医院这类的人不能说很多，但是在医院遇到没有办法付清医药费的人，通常批假都会打电话给社工，请社工师下来处理这样的事情。社工遇到真的没有钱的病人还真的不少，这基本上是我们在医院最大的工作量。老实说，存心来骗钱的人真的也不少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要从古早说起。以前没有社会保险的年代，没有钱看病，只能在家里当神农氏尝百草，看看会不会有神迹，或者是去庙里面求符水，不然只能在家里等死。没有钱去医生馆，没有钱怕丢脸，怕医生因为没有收到我的钱会饿死。有很多医师过年前都在家中后院生火，不是要烤肉，而是烧掉病人欠钱的借条。后来台湾有了劳工保险的制度，帮助不少的工人可以少付一点，拿着劳保单去看病。后来有了健保制度，曾经在健保制度中有一段时间是没有缴健保费是会被锁卡的，健保卡被锁卡就无法看病，看病的钱当然就变自费的项目，后来才变成现在这的样子。欠缴健保费和就医两件事情脱钩，避免因为没有钱就无法就医的问题。回到古早那个年代的问题，因为欠缴费用，绝大部分的人健康出了问题，就会雪上加霜。当然一定会有一群人是有钱也不愿意缴健保费，来医院看病也是一样的问题，不愿意缴钱，因为就吃定医院不会见死不救，不会预收保证金，在医院住头等房，使用自费手术，出院拿到账单的时候，先跑来社工的办公室说：“哦，不好意思我经济上面有点困难，没有钱付钱啊，能不能帮忙一下？”社工一看到账单，心中怒火中烧，想说真的是圈圈叉叉，10万元的医药费中，病房费就有8万多。请问您今天要付多少钱呢？哦，不好意思，我身上1毛钱都没有。大家看到这里，是不是心中有一肚子火？我想这位病人应该
很多天没有洗脸，脸部的角质很厚，才能如此厚脸皮吧。如果你今天经济困难，真的不用像古早人要尝百草治病。如果经济状况达到医院协助的标准，医院的社工都会给予最大的协助。如果没有办法达到医院的标准，也可以谈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。只要你不是恶意欠钱，有良好的还钱计划，或是医院可以协助的，都可以有健康与人生都享有，人生也不会是黑白的。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，我们下一次见。